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水蒸蛋口感滑嫩，鲜香入味，但是很多人都弄不清楚，水蒸蛋到底是凉水、温水还是热水？上锅蒸是冷水上锅还是开水上锅？蒸几分钟最嫩最好吃？今天就详细的跟大家一次弄清楚，让你以后做的鸡蛋羹每一次都鲜香滑嫩，入口即化。今天我准备了6个鸡蛋，大家在选择鸡蛋的时候尽量选择新鲜的鸡蛋，这样做出来的鸡蛋羹才会香味浓郁。我们先把鸡蛋放入大碗中，先把鸡蛋清洗一下，往里面加入可以没过鸡蛋的清水。清洗鸡蛋的时候可以加入少许的食用盐，因为鸡蛋的表皮会有很多脏东西，包括鸡粪、大肠杆菌、灰尘之类的，而食盐杀菌效果不错。加入少许食盐，利用食盐水可以把鸡蛋壳搓洗得更加干净，简单的清洗一下，也避免了细菌掉落在鸡蛋液里产生污染。我们每个碗中2个鸡蛋为例，把鸡蛋打入小碗中。很多朋友都不清楚，鸡蛋羹想要水嫩到底加多少水，到底是用冷水、热水还是开水？想要鸡蛋羹做出来好吃，水的比例大概是鸡蛋液的 1.5 倍至2倍。如果您家里没有电子秤，我们可以用鸡蛋壳为准，一个鸡蛋加入降3或4颗蛋的水，那2个鸡蛋就是6-7下，大家可以数着来。鸡蛋壳可以选择比较大的一边。想要鸡蛋快速的凝固，我们还可以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同时还可以增加底味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现在的这一份是凉水，今天分别会用凉水、温水、热水来给大家做比较。为了使口感更加的细腻无杂质，我们进一步的过筛，这样就可以过滤掉一些没有搅开的蛋液和一些泡泡。碗里面还有少许的泡泡，我们可以用勺子把它捣破，或者用勺子给它撇干净，不然在蒸的过程中它自己破开的话，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空洞。现在取出一个碗，我们再打入2个鸡蛋，同样的用鸡蛋壳做比例，加入6-7下半个鸡蛋壳的水，这次的水是提前烧好的50度左右的温水。如果你的鸡蛋壳不是对半分开的，一定得选择大的那一边。再加入一点点盐，增加底味，辅助凝固，再次充分的搅拌均匀。现在使劲多搅拌一会儿，打出鸡蛋里的气泡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会更光滑细腻些。然后用筛子进行过筛，把这些没有搅开的蛋液过滤出来。这一次我选择不同的碗，以便来区分它们。泡泡记得用勺子把它打破，然后先放在一边。这回我们再来打入2个鸡蛋，这次我选用的是开水。很多朋友都说不能用开水来蒸鸡蛋，但事实真是如此吗？开水我们得使用99度至100度，倒进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防止烫伤。一样的，加入同等鸡蛋壳的水，然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盐。可以看到开水冲下去的时候，已经形成了许多的白色蛋花，不过不影响继续把它搅拌均匀。记得要用不同的碗来区分哦。还是用筛子来过滤一遍。然后我们再把泡泡给撇干净。现在我们分别在小碗上套上保鲜膜，使用耐高温的保鲜膜就没有什么影响了。
然后用牙签分别在碗边缘戳上几个小孔，这样有助于散气，还能够防止水蒸气滴落，从而影响蛋液的成型。锅里边开水提前烧开，水开我们放入鸡蛋，蒸鸡蛋羹一定要用开水上锅蒸，冷水上锅蒸，温度达不到的情况下，口感就会变老，锅内受热不均匀，蒸出来的鸡蛋羹会影响美观。现在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保持锅开，就这样用中小火蒸10到15分钟，最后再关小火焖上2分钟左右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如果蒸的时间太久，无论什么水蒸，口感都会老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取出来看看。先把保鲜膜撕掉，这一碗是冷水的。可以感觉到里面的蛋液很 Q 弹，不过却有缺陷，不管是它的边缘还是它的内圈，都产生了很多的蜂窝，而且表面一点都不平整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碗用温水蒸的，先把保鲜膜撕掉，这碗是用温水蒸的，和刚刚用冷水蒸的一看就很明显的对比了。这一碗就没有任何的蜂窝，即使是边缘也非常的平滑，蛋液依旧是那么的 Q 弹。最后一碗是用开水蒸的，和用温水蒸的一样，很鲜嫩，没有蜂窝，而且依旧 Q 弹。从以上的表面来看，3份鸡蛋羹都非常的 Q 弹，就是表面平滑和不平滑的区别。那由于这些鸡蛋羹都是平面的，比较不容易观察和对比，我们用小刀将每一份鸡蛋液都划成格子状，我们把它分割成小块，再做一下对比，这样大家看一眼，然后就了然于心了。都到这里了，顺便说一下，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别人做的鸡蛋羹都非常漂亮，而自己做出来的却是寡淡无味的，那是因为你少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给鸡蛋羹调个味。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却又好吃的调味料汁，碗中加入少许的香油，1大勺的生抽，再加入少许的温水稀释一下，这样调出来的料汁不仅颜色漂亮，而且非常的香，吃着味道也更好。蒸鸡蛋羹可以搭配少许的葱花用来搭色调味，准备1根小葱切成葱花，然后再把它撒上鸡蛋羹表面，再把料汁浇上来，看这样颜色是不是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，看着就有食欲，不会显得那么单调了。现在我们开始检验第一碗用凉水蒸的，我们用勺子舀一勺来看看，可以很明显的看见用凉水蒸出来的鸡蛋羹会有比较多的蜂窝，虽然鸡蛋羹还是比较 QQ 弹弹的，但是看着这些蜂窝难免会影响心情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碗用温水蒸的，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非常的鲜嫩，整体也非常的好，也没有蜂窝。来看最后一碗，这一碗是用开水蒸的，一个蜂窝也不会有，整个界面都是滑溜溜的，没有任何气孔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开水经过沸腾，已经把溶解在水里面的空气蒸发走了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就会无气孔。所以以后大家在蒸鸡蛋羹的时候，就不要再纠结到底是用温水还是开水，到底用多少度才合适。这里告诉大家，只要不是用冷水，都可以蒸出鲜香嫩滑的鸡蛋羹，而且口感上也会有明显的变化。用开水蒸出来的鸡蛋羹，口感上会明显的细腻一些。除了水，温水的比例也很重要，水多了鸡蛋蒸不成型，水少了蒸出来又会老，口感非常不好。大家可以用鸡蛋壳接水倒入2杯中，这样以后每次蒸鸡蛋羹心中就有数了，就知道多少合适了。怎么样？现在对于蒸鸡蛋羹
到底是用冷水、温水、开水？到底多少度比较合适？到底是多少比例的水？到底是什么水位上锅蒸？大家是不是都很清楚了呢？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